兄弟们，又有粉丝给我送车过来了啊！这车可大有来头，3.0T 双涡轮增压加9AT非承载式车身的 SUV， 还是国产车哦。坦克500，大家看看这个车标有没有像那个钢铁侠硬派越野啊？老魏家的最高端车型啊！改天呢，我去保定呢，找我本家去蹭一下这个车啊，因为我也姓魏。哎呀，这么大一个 SUV，4.8米的一个车长，有一个是底挂，有一个是高挂的。因为这款车呢，它有个什么商务型和一个运动型。如果说后面有一个备胎的呢，那个就是运动啊；备胎没有的，在下面呢。那个就是商务啊，给大家分享这点小知识。这是一台35.5万的商务版的兆进5座版本的。这坦克的取名呢，之前去年的时候还算比较正常啊，现在取名呢越来越不正经了。这个咖啡啊，那咖啡的，我都看不懂。但你们看看，这种是橘色吗？爱马仕橙。我没给你妈买个爱马仕包，所以不知道这个。我感觉是像一种普通的那种橙色的。这个橙色确实有那么一点点。高端商务范，燕飞尼斯的音响，最早的就是 VV5、VV6 上面也是个音响了。全景的可开启大天窗，豪车都会配一个表的，不过表的上面有个坦克的标。哇，这一排排的全部都是19按键的，可以盲操作的。水晶的挡把，这个挡把叫水晶之恋。水晶之恋，你看摄影师，这我儿子都比我懂得还多，我还不知道这个叫水晶之恋。哎呀，还是喜欢国产车。这个动画。这么一起来，很有仪式感的。换挡拨片，座椅通风，座椅按摩。刚才在网上呢查了半天，不知道它这个语音唤醒功能在哪里啊？你好，老魏，你好，小魏，你好，坦克，不知道啊？有没有知道的？打开副驾座椅按摩，好的。关闭天幕，按摩，好的。关闭。打开天窗，好的。天窗全部打开。它这个智能语音系统还算是蛮这个功能啊，好，真没有用过。退出吧。国产车里面带电动方向盘调节的确实很少啊，也是支持这个舒适进入原厂的电动踏板。最重要的功能啊，越野方面啊，给大家再讲讲。这车要吹的就是啊，差速锁、分时四驱，最重要的就是坦克掉头啊，开坦克玩坦克掉头，就是那个味儿啊。这种侧开门的后备箱盖啊，哎，这么大个车，这后备箱的空间不算蛮大的，并且这里怎么拱这么高啊？这里面也没啥呀。它应该是把备胎放在下面，所以把这上面拱得这么高，白瞎了这个后备箱的空间一般般，并且好像是后排放倒之后啊，后面不是纯平的。如果说搞个纯平的话，这么大个车在里面，大家都懂了，休息一下还是蛮好的。后备箱这里还支持这种220伏的取电口啊，这点要是出去野个餐呐，干嘛的还是蛮好的。它还带电吸的，后排自带隐适帘，因为后排也是双层的隔音玻璃啊。很多车评人吹啊，它这个后排的这个座椅啊舒服，真的很舒服啊，这不比这种日产大沙发差呀。你看看座椅的这种柔软度啊，和这个坐垫的厚度啊，我感觉这辆车啊应该是坐后排最舒服的。刚才我们从那边开到这来的，这个车开起来有点像船的感觉，没有体验在后排。如果是体验在后排的话，开车不如坐车舒服啊，独立的空调啊，空调按钮啊。在后面也有3个取电口，好的就是这是个带传动轴的一个越野车，后排还是个纯平的，翘2郎腿啊，妥妥的。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么大个车开起来是不是容易刮刮蹭蹭不安全呢？你看还带透明底盘，360度的环影啊，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？哦，还有 HUD 的抬头显示，方向助力，车外迎宾。氛围灯，哇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啊！座舱监测，哦，这里也有一个摄像头，可以交通识别。那这台车里面摄像头也蛮多的啊，车道辅助、车道偏移，这些高科技 L2级的都有。现在进入讨价还价的环节啊！22年6月份上牌，跑了14900公里的商务兆进版啊，当时新车造价35万5，全部办下来，落地接近39万的坦克500，全车只有1个面的钣金油漆，国产车。它不保值，不管你当时落地价多少钱，我们只算裸车价35万5，至少也得打个8折，28万4，28，大家觉得能不能搞？